跟我说说，谁欺负你了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哭了，行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不哭了啊！哎呀，不哭了。好，不问了，再哭成大熊猫了啊！没关系，我会转告琳达说报表晚一天交的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珊珊根本就是吃闷亏了。陈娟要的数据也不全从她那儿来的，居然当所有人面对大发脾气。什么报表？财务部报表啊。老板是财务部的报表，说是要晚一天补交。啊，大老板，刚刚齐帅有事情找您。知道。你以后注意点啊，上班时间不要乱讲八卦，又不是不知道大老板最讨厌人家说长道短的了。可我也是打抱不平嘛。啊，那要不要给你颁一个年度最佳八婆大奖啊？再举荐你去八卦周刊上班呢？宝峰等喜欢什么东西，需要你撑腰吗？你说你不喜欢人家的，对不对？行，那我去追。职场压力大，有些同事吵起架来，就是会口不择言。你要是往心里去，那就是你傻。齐帅，你知道老板为什么要我挑菜吗？我一开始老被科长骂，他说我看起来蠢得像头猪，应该连试用期都过不了。你说，是不是因为我给风小姐献过血，老板不好让我走，才会想到这个奇怪的工作给我呀？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珊珊，今天怎么没有去老板办公室吃饭啊？我感冒了，感冒？传染给老板不就不好了吗？估计这感冒10天半个月都好不了了，是吧？哎呀，你们离我远点啊，不然都传染给你们。老天保佑，让老板找到挑菜挑得更好的人，最好是把他服侍到完全忘记我薛珊珊的存在，那这场病生的也就值了。口气清新。好香啊！好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面。穿这么少，你也不怕着凉？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面。方便面也能吃得这么开心，真是没心事。太香了，终于告别猪肝了。
还真会装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还没营业。我是薛小姐，冯小姐，好久不见。下班啦？平时爱不爱逛书店啊？还行吧。其实我是看着你进来，我才跟着你进来的。真巧啊！下次我们书店开业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过来捧场哦。这里是枫叶小姐开的书店啊？这个书店呢，是我跟我姐妹淘一起开的，现在已经到第3家店了。我其实只是投资，也不太管事儿。我姐妹淘去德国了，选书，隔2天就回来。最近装潢嘛，我就帮忙盯着。哎，你看这儿挺大的吧？我还准备卖咖啡呢。原来枫小姐去欧洲就是为了书店的事儿啊！果然，你们成功人士都是全世界各地到处跑的呢。欧洲啊？大老板说你去了欧洲啊？对呀，我就是去了欧洲，我昨天刚回来的。你看这时差，真的，哎呀！枫小姐，我真的是每天都期盼着能见你一面呀。真的？我想可能大概是你太忙了，还没来得及交代。那个，其实就还是上次的事情啦。能不能拜托枫小姐以后别再拜托别人给我送盒饭了？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财务助理，真的是承担不起的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是我忙忘记了。我出国之前啊，应该交代大厨不再给你送盒饭的。这段时间真的是难为你了。你看你都没有跟自己的好伙伴一起吃饭聊天，是吧？也是，其实咱们集团员工的餐厅菜色都特别好，干净卫生，营养均衡。好的，我记下了，我回头就跟大厨说。谢谢枫小姐。哥，你来啦。大老板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珊珊经过这里，我让她进来陪我坐坐。那个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大老板再见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，薛珊珊，大老板。你感冒好了？啊？还没好呢。你可离我远一点，我可不想传染给你。如果传染给你的话，那罪过就大了。所以那个挑菜可能也……知道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安心的上班，不需要再帮我挑菜。好好的保重身体。就是说，我以后再也不用上楼吃饭，再也不用挑菜，我就这么解脱了。最后一次帮老板挑菜是什么情景啊？你看上哪个菜了？要吃自己夹。你的意思是你不夹？让我帮你夹。
有什么话慢慢说，不用着急。今天这个牛肉不错啊，今天这个牛肉不合你的胃口。老板，那个，我怎么能抢你的菜吃呢？牛肉这么好吃，那你多吃点吧。没关系，你多吃一点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老板，汤匙算工伤吗？你这是算还是不算？邢珊珊，对不起。原来那是最后一次帮老板挑菜啊！解脱的感觉！好空洞啊！你怎么还给薛小姐送饭呀？不是你让我送的。唉，我满月酒的时候介绍那么多名媛给你，你谁也看不上，唯独挑了薛小姐坐身边，啊？因为她是你恩人。太伟大了！哥哥以身相许，替妹妹报答恩情，好感人呐！从我进丰腾以来，没见过这么潦草的报表。就算你打算离职，当一天和尚也该撞好一天钟。这是考上 CPA 的水平吗？薛珊珊没有给我数据，报表当然不完整。珊珊，你没有给陈娟资料？我已经给了。半夜12点才寄给我的资料有用吗？难道我就活该半夜起来做报表是吧？那是因为……对不起，一句对不起你就想蒙混带过？明知道丰腾是讲究高效的，既然你学历没有别人好，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跟上别人的速度跟效率呢？动作慢还错误百出，你想让我忍耐你多久呢？我是要走了，可你有必要这么敷衍我吗？还想让我替你背黑锅啊？哎，陈娟，不要这么说。科长，我是要走了，可是凭我在这个岗位上4、5年的情感，我不得不说，薛珊珊还在试用期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她是全凭关系才进来的。您是否应该谨慎考虑一下一个不适用职员的去留问题？我之所以下定决心去会计师事务所，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们集团对职工的素质要求大不如前了。科长，您优秀了15年，还是个科长，一个助理呢，光凭借关系就能够松懈怠慢。如果集团把关系看得比实力重，那我继续留下来，恐怕也是前途堪忧啊，科长。如果没什么事儿，就先走了。
薛珊珊，怎么了？哭成这样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跟我说说，谁欺负你了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哭了，行了。再哭成大熊猫了啊！没关系，我会转告琳达说报表晚一天交的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珊珊根本就是吃闷亏了。陈娟要的数据也不全从她那来的，居然当所有人的面对大发脾气。什么报表？财务部报表啊。老板是财务部的报表，说是要晚一天补交。啊，大老板，刚刚齐帅有事情找您。知道。你以后注意点啊，上班时间不要乱讲八卦，又不是不知道大老板最讨厌人家说长道短的了。可我也是打抱不平嘛。啊，那要不要给你颁一个年度最佳八婆大奖啊？再举荐你去《八卦周刊》上班呢。我风腾喜欢什么东西？需要你撑腰吗？你说你不喜欢人家的，对不对？行，那我去追。职场压力大，有些同事吵起架来，就是会口不择言。你要是往心里去，那就是你傻。齐帅，你知道老板为什么要我挑菜吗？我一开始老被科长骂，他说我看起来蠢得像头猪，应该连试用期都过不了。你说，是不是因为我给风小姐献过血，老板不好让我走，才会想到这个奇怪的工作给我呀？你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想法？是，你是对风小姐有恩，但是报恩的方法有很多种吧？风家有的是钱，有的是办法，怎么会录用你来报恩呢？况且身为一个大老板，怎么会管到一个小助理的去留啊？你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了，还以为你变相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其实就算是我不认识的人要我献血，我也会义不容辞的，我不需要有任何回报。没想到风小姐帮我送盒饭，竟然惹来这么多的闲言闲语。我知道，我不应该怪老板，也不应该怪风小姐。嘴巴长在别人的身上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唉，看来科长说的没错。像我这种脑袋缺根筋的人，真的很难在职场上生存。你确定你脑袋只少1根筋吗？嗯。行了行了，别郁闷了。简单也有简单的好处嘛。像你这么简单善良，有些人啊，就是喜欢像你这样简单善良、特别的好女孩。你只需要好好的做自己，对自己有自信就行了。齐帅，这是在暗示我吗？那你觉得我特别吗？当然特别了。这个世界上没有2片相同的叶子，当然也没有2个薛珊珊啊。你就是独一无二的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？怎么了？
喂，你等等我啊！你骑那么快干嘛？今儿怎么了？喂，哎！哎，你以为你参加环马赛啊？啊！我追你都追出心肌梗塞了。你中午在楼梯间干嘛？楼梯间？啊，你看到了？你说丰腾吧，虽然是一个高效率的公司，但是把员工逼得那么委屈、痛哭流涕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哎。他躲着你回来哭，很委屈吗？你吃醋了？吃醋？真好笑。我只是好奇，怎么有人会在公司里边搂搂抱抱呢？那我们可不止搂搂抱抱啊，我们还单独约会出去喝咖啡呢。你要不给我打电话，我们现在在一起，聊完人生聊理想，聊完理想聊爱情。玩真的呀？我们在一起聊你呢。不是我说你啊，哪有像你这么追女孩的？我跟你说，追女孩的方式啊，很多都很老套，但是就是屡试不爽。你用的是哪一招啊？每天把薛珊珊叫到你办公室去跟你一起吃午饭，你除了给珊珊招来一堆闲言闲语，还有什么用啊？你现在都快把珊珊逼得在公司待不下去了。我就是吃个饭，怎么了？还就吃个饭怎么了？你以为你是一个屌丝男，没人搭理啊？你可是高富帅大 boss， 跟你吃个饭多了不起啊？还是你觉得你身为大老板，你拉不下脸来追人家？怎么了？说中了是不是？珊她的确很特别，跟我身边其他女孩都不一样。她很单纯，也很可爱。不过就是因为我是老板，人心隔肚皮，我不知道我们交往了以后，她会有什么样的变化。哎呀，你说你哈，我们这么多年哥们儿，我不激你一下，你就是不跟我说实话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人哪有不变的？你看他怎么变，变化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也能理解你，身为丰腾集团的唯一继承人，谈恋爱呢是应该小心谨慎一点，但也别太过了，你这样会伤害人家的，知不知道？你要是真喜欢人家，那你就追。